大家元旦快乐！或许大家都想不到的是，这次2023跨年夜后，明星流量咖位之争成为了艺人争相关注的话题。其中，著名歌手张艺兴与王一博两人的咖位之争，自0点之后就进入了白热化。这就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申万我的一贯铁口荷香金边惊奇，因为背后的一环套一环，一物降一物，各种的盘根错节、利益置换，简直不能更多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不就是申万我铁口金边、明晃晃提到过无数次的蛋糕越来越小的诡异缩影吗？2023年的诡异简直从0点0时就开始了，这种诡异您看到了吗？所以置身事外、无视晚会的王炸姐姐赵丽颖，简直巴适的不要不要的。她的2023年在悄无声息之间已经撒下了大网。而且一张网，两条鱼，姜葱或者五柳都行，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对一鱼两吃，向来都是食不厌精、津津乐道的。2023年1月1日，赵丽颖工作室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段视频，并为此配文：夕光温煦，笑逐颜开，新岁来。2023，不敏至诚，喜乐顺遂，和赵丽颖一起突飞猛进吧！1月行程志，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如意。一时间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收获了不少的点赞和留言。画面中的赵丽颖身穿大红色的礼服，直角肩的造型也将她消瘦的身材衬托得更加的立体。她一头乌黑的波浪长发披肩，脸上也画着十分精致的妆容，一如既往的美艳动人，简直让人舍不得移开眼了。而今年也刚好是赵丽颖的本命年，她的穿搭也特别的喜庆，就指甲油也涂抹上了红色的，轻轻的嗅着手里的鲜花，也美得如同待嫁的新娘了。这种怡然的开年，比起舞台的纷争，简直不要太轻松。因为大家一直都听说番位之争，没成想如今又出来一个压轴之争，想想本质上还是番位之争，只不过这争是粉丝之间的争。至于爱豆本人态度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在东方台的跨年晚会中，张艺兴和王一博都被邀请表演了。一向拼命的王一博，在这次表演途中，手指处还出现了磕破流血。有意思的是，这次台面上正常表演以后没啥事，结果事后两家粉丝闹起来了，双方你攻我伐。后来张艺兴工作室还被质疑，特地发文内涵王一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通过这段质疑，可见火药味明显，言语间说压不压轴不重要，要光明磊落坦诚，用实力说话，这讽刺意味满满啊。据说原因就是这个0点时刻压轴登场的问题，按照节目单是张艺兴在0点倒计时前登场表演，媒体预告的也是张艺兴压轴登台，不过实际却是张艺兴节目被提前了2分钟，他表演完成后，王一博又上去了。王一博上去也不是表演的，而是给自己的电影做宣传，而且还是精准踩点，讲了2分钟，故而就引起了张艺兴粉丝不爽，更是讽刺王一博是压轴刺客。瞅瞅这是闹的。作为辩方，王一博的粉丝直接晒出了台本，从台本中看就是11点38分钟张艺兴登台表演，11点44分钟主持人引出王一博，然后宣传定档的电影。从此看，王一博并不是所谓的压轴刺客。接下来有意思了，张艺兴的粉丝又晒出了一版台本节目表。在这张图中，张艺兴是11点40分上台表演，时间6分钟。表演结束后和主持人一起讲述故事，进行0点倒计时，压根没出现王一博字眼。对比之下会发现，明晃晃台本应该是经过修改了。按照先前的预告，应该是节目组临时做了变更，加上了王一博宣传剧目环节，能让节目组把已经定好的节目单改了，看来背后关系不一般。申万我也是稀奇了，台本改来改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到底主办方是站在正反哪一方呢？您有没有心里面的答案呢？说白了，这番炒作让申万我立马就想到了申万我这个频道第一时间全网首扒的赵丽颖粉丝造反事件，因为两家顶流互撕，对谁有好处呢？明白了这点，就能彻底顿悟了。有人曾说，真正能令人折服的力量绝不是武功和暴力，而是忍耐与信心。勇气永远是一切天赋中最好的天赋，它会让强者变得更强。娱乐圈中虽然很多人都是凭借长相和身材走红，但是也不乏有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人。在这个短视频横行霸道的时代，
观众对于娱乐圈的明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审美的提高也预示着对于演员实力的看重。这个冬天有很多好剧的播出，让观众们高呼过瘾。比如有悬疑剧《回家的女儿》中00后花旦张子枫的精彩演绎，也有实力派演员胡歌为大家带来的县委大院。而最令申万我印象深刻的还当属赵丽颖的风吹半夏，她以许半夏之名，仿佛一团烈火闯入观众的视野之中。回首她的过往，曾经被人嘲笑和孤立，也曾有人说她只是昙花流量而已。总之，赵丽颖这些年来始终不为各种流言蜚语，而是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想用作品来打那些黑子的脸。很多人都认为她太有野心，而申万我以为正是赵丽颖这一份完全无惧二度强调的大大的野心，其实才是这个混乱不堪的娱乐圈的小确幸和正能量。申万我只想说，实力是最终打脸一切魑魅魍魉、谣言的最佳利器，包括粉皂 2.0、粉皂 3.0。对于王一博而言，粉皂 2.0 也就是乌镇事件还没完，这次的压轴事件又有扩散的可能了，而且直指更大的伤害。这个伤害的结果不用动脑子就能想得到，那就是要你塌房。为什么申万我这么肯定呢？因为有人已经按捺不住喊出来了。每年年底的跨年晚会可以说是让大家大饱眼福，多台联播让观众看的是眼花缭乱。但是也有观众盯准一个卫视，等着偶像出来的景象。张艺兴作为顶流，东方卫视能请到他，估计也是下了很大功夫。自从阵容官宣之后，就一直围绕张艺兴开始宣传赚热度。张艺兴，一位有着超高的人气，外加努力的人设，满满正能量的偶像歌手。据网友爆料，东方卫视这次的跨年演唱会是将张艺兴作为秘密武器，作为压轴选手，打算让他在0点出演节目，凭借他超高的人气来收割一波收视率，这也是张艺兴选择东方卫视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实际演出的顺序中，张艺兴的节目突然被前置，王一博成为了最后实际的压轴选手，其背后的故事一再反转，的确值得揣摩和回味。通过各种时间线，在多个平台和官方渠道发文表示，张艺兴将负责跨年晚会的压轴演出。也就是说，不出意外的话，按照节目单的顺序，0点倒计时前备受瞩目的节目就应该是张艺兴的舞台。结果晚会播出当晚，东方卫视突然改变顺序，不仅把张艺兴的节目往前提了2分钟不说，直接把0点倒计时前的压轴环节给了没有舞台的王一博。没错，跨年当晚东方卫视0点倒计时前的最后一个节目不是表演，而是主持人突然请上王一博之后，跟着就追加一个定档在大年初一的电影的预告片花，这就让等着和张艺兴一起倒数的观众感到十分的不满。有人于是直接晒出了原本的晚会台本，台本上显示张艺兴的舞台上场时间应该是23点40分，表演时长6分多，表演完就是主持人串场，接上一个光阴的故事大合唱，然后开始倒计时。这也和前面官宣的节目单的顺序是对上的。但是跨年当晚的节目台本突然又更新了一个版本，本来应该在23点40分表演的张艺兴提前2分钟上场，表演时长不变，正好空出了2分钟。也就是在这2分钟里，主持人请上了王一博，官宣了一个定档在大年初一的电影《无名》，跟着2分钟就结束了电影宣传，然后主持人就开始简单互动，引出大合唱。光看这一版的台本就知道出得很潦草，台本上都没提大合唱的名字，王一博的名字后面画了星星，就是在提醒主持人这是特别节目。后面节目人员名单，王一博的名字只是一个简单的 W。咱就是说前面节目内容都点名王一博了，还有必要在后面神秘这一下吗？东方卫视这个操作自然是引起观众不满。张艺兴表演完，直接请王一博上台宣传，把本该留给张艺兴的舞台直接整没了。而且跨年晚会0点前官宣电影定档，这在之前也是没有过先例。更夸张的说法是，有人怀疑王一博借助了张艺兴的收视率，因为东方卫视的收视率在张艺兴表演节目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所以王一博正好赶上了这波收视高峰，宣传自己的电影。于是乎，各种对峙之下，内涵王一博是压轴刺客的说法一下子传遍了整个网络。因为作为正剧的台本，
的的确确没有节目表演，在收视顶峰的时候上去宣传电影定档，搞得好像是正片里插了段广告一样。跟着张艺兴这边直接也没跟王一博客气，工作室下场发文内涵，压不压轴不重要，重点是用实力说话，坦荡诚实，磊落前行。最后还许愿2023年愿大家都能遇好人。说实话，Shin Wan我不得不佩服一把张艺兴工作室的发言套路，面对压轴被换，一个脏字都没有，一句委屈都没说，但是却能让人心生一斗。明白其中原因，话语之间饱含深意，给人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张艺兴工作室用了坦荡诚实、磊落前行8个字，疑似暗讽东方卫视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当然了，王一博摩托粉丝也不含糊，立马也找出了证据，表示王一博按照台本流程进行，并不是王一博单方面无理要求取代张艺兴成为零点大咖的，是台里的意思。于是乎，Shin Wan我眼里的罗生门算是打造成功了。于是乎，王一博这边风评有些失控，不仅被嘲压轴刺客，电影也被攻击，甚至有网友直言这部电影是辱华如呼啊咖主演的，希望该片上映就扑街。这种上纲上线的操作，您是不是听Shin Wan我提到无数回了？辱华的提法是个死穴，被谁按倒都是被动挨打的份。因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禁忌词虽然成千上万，比比皆是，但是但凡涉及辱华的，结局都不好。这一点，所有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能立马擦出思想的火花，脱口而出对应的艺人吧。Shin Wan我只能说，盛典啊、红毯啊、晚会啊之类的地方都是是是非非的集散地，除非党媒官媒、红色机构主办的大型活动，拉踩互插简直就是刷流量、蹭热度的内娱必备狗血环节。Shin Wan我说过，年底的10大评选通常巨多，好事坏事也都一锅。对比番位舞台的鸣枪，这些10大评选的案件也是乐趣多多，吃瓜人依旧吃个寂寞。2022年猫眼角色热度年榜单出炉了，统计时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0日。数据来源于猫眼专业版。第1名是肖战在《余生请多指教》饰演的顾魏。肖战在《余生请多指教》剧里饰演帅气的消化病学中心外科主刀医生顾魏，表面严肃冷静，不苟言笑，实则内心温暖，真诚待人。第2名杨紫在《余生请多指教》中饰演的林之孝，杨紫饰演即将毕业的音乐系元气少女林之孝，因父亲生病住院，爱上主刀的外科医生肖战。第3名是赵丽颖在《风吹半夏》中饰演的女老板许半夏。赵丽颖在《风吹半夏》剧中扮演一个重情重义的女商人许半夏，和欧豪、童潇琪是陈宇宙，黄登登是野蛮高心怡，孙千是一起在钢铁行业打拼。《风吹半夏》目前在爱奇艺平台独播，依旧数据带感。第4名是肖战在《王牌部队》演的顾一野。肖战在《王牌部队》剧中演的顾一野，经历了战争、广西排雷、进驻香港、98抗洪等重大事件，最后成为王牌部队。第5名是程毅在底线演的法官周易安。第6名雷佳音在人世间演的周炳坤。第7名是赵丽颖在《幸福到万家》剧中演的何幸福。赵丽颖在剧中扮演新农村女性何幸福。幸福到万家在优酷视频独播，在山西卫视晚上8点后也在播出当中。轮播到现在，大家依旧津津乐道，赵丽颖的热度也算是老少咸宜了。第8名胡歌在《县委大院》剧中演的县长梅小哥。第9名是黄景瑜在《王牌部队》饰演的新兵高亮。第10名是任嘉伦在《蓝焰突击》饰演的帅气的消防官兵李希成。当一些名字缺席，一些名字双榜的时候，很明显，数据的可玩味性很大。王一博没有出现在前10，本来没有意外，因为他的志向是电影，所以这次移师东方台，绝不仅仅是自己的想法。只能说这一波无论是东方台还是王一博团队，都没有成功站在舆论的高点。快0点的时候，匆忙上去宣传电影，张艺兴表演完连镜头都没有，就急忙忙切到主持人，最后大合唱张艺兴也干脆没有上场，足以说明电视台安排有问题。只能说吃瓜的眼睛是容易眼花的，看不懂这些节奏和时间差，就特别容易搞出事情出来了。有印象的朋友还记得前1年跨年王一博身上发生了什么吗？是不是不消停的黑粉？总能找到各式各样的花茬呢？老实说，
荧屏的跨年热潮最初要从2004年说起，那时候的内娱晚会还在 1.0 阶段。最早的雏形是芒果台在2004年打造的新春歌会，刚刚步入第一段婚姻的李湘和那年还很青涩的汪涵以及舒高、大兵担任主持人，请来了毛阿敏、罗大佑、周华健等，这便是后来跨年晚会的鼻祖。时过18年后，在2022到2023的跨年晚会上，则可以看到晚会舞台阵容的变化。现在，随着视频平台的崛起，各大卫视的观众被分流，跨年从狂欢盛宴变成了内销会。这种流量蛋糕越来越少的内销会，实际上又是面子工程，不能不办。但如今的跨年单场晚会吸引来的利润，也在无法如曾经花平时演出费数倍的价格砸来大明星们。各平台都开始主推自己旗下的综艺和艺人，用人情网开始串联一台台晚会。这些高光的表演衬出了如今的跨年依然喧嚣，但也映衬出几分落寞。在电视台的巅峰时代，跨年不是展销会，而是一年精粹的浓缩。是连节目单都要保密到最后一刻的紧张，生怕提前走漏风声，而让对手可以瞬间调整出场顺序，在收视上占了便宜。于是乎，到了诡异不堪的2023年，这一年的晚会依然很多热闹，但是大家都只是如圈地内销，高光之下映衬出了鸡肋之味。跨年无味，却又无法丢弃。这种深层次的刮瓤，是不是太多的无奈浸润其中呢？当然了，申万我是乐看，赵丽颖则是笑看。回首2022年，不管是娱乐圈，还是商业圈，以及人们的生活圈，都有些落寞寂寥。平凡和苦难同行，热闹与人们无关。独独在最后一天的跨年晚会上，大家才缓缓感觉到欣欣向荣。明星们在舞台上卖力演出，就像是大家也跟着欢愉了起来一样。这一晚，各大电视台积极备战，给大家准备了一场视觉盛宴，同时也让大家普通人看到了什么叫百花争艳。新老明星交织在一起，以求在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都是为了自己来年的事业打下夯实的基础。这次申万我时有提到的知名大花杨颖、杨幂等都有参加跨年之夜，当然也有缺席的，像人气持续高涨的赵丽颖就没来凑热闹。这次红毯常客杨幂真的很拼，性格本就大大咧咧的她，这一次的穿着打扮大胆又奢侈，一件高奢皮草尽显风情万种，大长腿、高筒靴，让人看后欲罢不能。唯一不足的就是豁出去的杨幂，这次穿着过于大胆和暴露自己的所谓好身材，反而有些擦边的感觉了。作为一代超级顶流明星，这样的打扮确实好看辣眼，但总归是显得俗气了，风尘味十足。在申万我的眼里，这种新时代老鸨、舞台妈妈桑的指数堪称爆表。而且申万我向来提倡有一说一，假的东西丢人现眼，就更加掉价了。这就像假花上面停了一只苍蝇一样。希望您能明白申万我一向铁口无边的说法。当然了，由此可见，一种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无奈感也是扑面而来的。跟这两位在跨年晚会上争奇斗艳不同，超级大花赵丽颖似乎早已对晚会不太感兴趣，所以在今年的跨年晚会上，赵丽颖并没有出现。当然了，这并不代表赵丽颖没那个实力。因为在这一年中，赵丽颖做了很多事情，且非常成功的将自己蜕变成了实力派。单单是2022年这一年，赵丽颖就有2部大热剧上映播出，一部是《幸福到万家》，一部是《风吹半夏》。这2部剧被外界认为是赵丽颖的转型之作，且都获得了相当成功的口碑。有这2部剧加持，时下赵丽颖的人气正旺，而爱惜羽毛的她肯定不愿意轻易露脸。来消耗观众们的热情，说不定今年的春晚上会有他的身影呢。政治先行的赵副主席，您值得怀疑吗？申万我欢迎您在评论区中抛砖引玉。而孤勇先行的王一博，这次的确还是申万我常说的团队。王一博出场的时候已经是22点以后，不仅未能立刻超越在就业男团之前创下的收视，吃瓜观众甚至发现王一博居然还被隔壁江苏台同时段出场的张杰抢走不少流量。当然了，王一博的号召力毋庸置疑，凭一己之力，硬是将跌破1%的收视率拉回到了1%以上，说明他拥有一批固定的收视人群。
申万我感觉现场的数字游戏玩的的确有些大，有些多。有意思的是，今年王一博的表演像阳光那样，还是很有新意的。他没有如往年一般选择唱跳的形式，而是选择了以纯舞蹈来跟观众对话。王一博淡颜素衣，全新风格延伸诗一般的美感。没想到这次男明星的跨年舞台造型看点颇多。首先就是不走寻常路的王一博，没什么造型的造型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薄薄的身形撑起亚麻衬衫，清风霁月自带柔光，难怪网友纷纷形容是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看惯了他大开大合的时尚张力，如此这般清淡，竟然杀伤力也这么强，舞风绝了。申万我只想说，高奢宠儿王一博这次穿着最简单的白衬衫，赤足在舞台上起舞，的确相当文艺和拉风，而且镜头并没有给出太多他的面部特写，让观众在他的舞动之中，透过肢体语言来感受舞者当下的情绪。可以说，从这个节目让人看到王一博对于舞蹈、对于表演的野心。非常有意思的是，申万我之前可是特别提到过多次了，和王一博造型风格截然相反的王鹤棣，视觉感则是另外一个极端。披袍执剑，充满戏剧张力的搭配，抓马但非常直白的给人一种今晚我最帅的气场，效果当然也是显而易见，大一个元气暴击。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肯定明白，申万我最近为什么老是提到这个王鹤棣。这不，明晃晃的事情再次发生了，王鹤棣这次对标的会是谁呢？而且申万我内心也是叹服，王鹤棣的团队拿捏时尚居然总是走心，特别亮眼，完全把这位正主丑炸天的颜给巧妙的盖过了，而且凹造型的手法纯熟到严丝合缝的惊人地步。明晃晃的王鹤棣深知自己的本钱和短板，他在低成本和高起点之间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者，而且还是举一反三的那一种。说到这，您还记得申万我之前刚提到的两者之间的盛典场面硬核对比吗？王一博自从《陈情令》爆火后，流量和咖位爆火不俗，与张艺兴相比，商业领域更是带风带感。按理说，此次由他来压轴，倒是也说得过去。唯一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提前来沟通这个事情呢？如果是一开始就很好的安排出场顺序，双方的粉丝也都能接受。两相对比，后浪王鹤棣的及时补位和流量搅动，是不是很值得说道呢？所以说，申万我最近三番五次铁口到的几位大咖，各式各样的围追堵截，背后纠结，是不是单纯吃瓜，是完全吃不到的呢？所以，王炸姐姐赵丽颖选择简单的生活，专注的说事，也就是两个字：艳技。2022猫眼电视剧热度年度榜单同步出炉了。统计时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29日在播的电视剧。第一名是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主演杨紫、肖战。第二名是电视剧《底线》，主演是靳东、程毅、蔡文静。第三名是电视剧《风吹半夏》，主演是赵丽颖、欧豪、李光洁、孙谦、黄登登、刘威。讲述90年代3个创业青年的爱情故事和创业经历，非常感人和有年代感。播出平台为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爱奇艺平台网络独播当中。第四名是电视剧《特战荣耀》，主演是杨洋、李一桐、蒋璐霞、孟阿赛、蒋龙、周慕茵、刘硕、郭明宇。该剧是一部当代军旅剧。第五名是电视剧《幸福到万家》，主演是赵丽颖、唐曾、罗晋、张可盈、林思义、马新谟等。讲述农村姐妹和幸福、和幸运和旧婚俗以及职场潜规则抗争的故事，和幸福姐妹运用法律武器维护了自身尊严和合法利益，帮助村民打赢了水污染官司，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认可。怎么样？用作品说法，是不是有一种事半功倍的既视感呢？对比卖弄肉感和香汗淋漓的大牌女星申万，我觉得拼命也是个技术活来的，您说对不？然而呢，从去年年头到去年年尾，不仔细追踪整条时间线的话，这个事半功倍的结论是很难得出的。当然了，想再次追踪也不难，那就是自助一把申万我的铁口视频。同样的，这一次突如其来的压轴事件，让两家的粉丝都愤愤不平，彼此较真和较震。申万我只想问一句，值得吗？因为
东方卫视于2022年12月26日官宣了跨年晚会的全部阵容，其中就有王一博。当时网友都认为王一博肯定要压轴了，除了肖战，没有人可以和王一博比流量。万万没想到，12月28日，东方卫视又官宣张艺兴加盟跨年晚会，王一博压轴就不确定了。虽然张艺兴不如王一博的流量高，但也属于顶级流量，唱跳俱佳。而且张艺兴连续6年参加东方卫视跨年晚会，而王一博只是第一次来。结果，直到12月31日晚上7点多，东方卫视才发布节目单，而在此之前，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北京卫视早就发布节目单了。东方卫视之所以这么晚才发节目单，就是不想得罪王一博粉丝。因为节目单上写的很明白，张艺兴是0点大咖，但是没想到反转之后再反转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张艺兴出场时间提前了，他唱完了2首歌以后，距离0点还有一段时间，主持人把王一博叫上来了，问王一博新年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新作品。于是王一博介绍自己主演的电影《无名》定档2023年大年初1上映。现场还放了《无名》的预告片。王一博介绍完电影，马上就到0点了，于是王一博成了0点大咖。被时间绕得一塌糊涂的张艺兴粉丝自然很生气，他们辛辛苦苦等到晚上12点，却看到了《无名》的宣传片。说到这，大家大概可以看出端倪来了。东方卫视一开始答应了张艺兴，让他成为0点大咖。后来，《无名》片方认为这是宣传电影的一个好机会，所以要求东方卫视插播广告，应该给了广告费。所以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询问我，只想说来说去说到底，有钱不正是傻子？东方卫视不是傻子，尤其是现在这个行情，招商太不容易了，所以答应了无名片方的要求。于是乎，张艺兴和王一博谁在东方卫视跨年晚会压轴呢？成为2023年娱乐圈的第一个悬案。张艺兴是0点之前最后一个表演节目的明星，王一博是0点之前最后一个出场的明星。于是乎，花钱办事，效果明显。目前话题，王一博说无名定档大年初1已经登上热搜，足以可见电影无名热度之大。据悉，这是博纳影业继中国医生长津湖之后，博纳影业中国胜利3部曲的第3部作品。根据第三方数据平台显示，期待看无名的观众中逾80%用户是女性，年龄分布在20到24岁，全网关联热词最多的便是期待王一博。由此可见，无名在全网的数据很好看，很大功劳得益于王一博女粉丝们的支持，但是票房能不能起来，还是要看各个不同年龄段男女观众观影后的反响才行。说到这，您基本也能看出来了，王一博的付出真的很大，在资本的面前，他尽力了，甚至还流血了，但是呢，责难也还是被他承包了，甚至双方粉丝的互撕也因此闹大了，开始变相了。对比这些台面下发生的不能说的资源置换，习惯了狡兔3窟的赵丽颖似乎踏实了许多。在过去，赵丽颖几乎1年有360天都泡在剧组之中，1年更是多达8部作品，圈内的人对她评价也是拼命三娘，仿佛感觉不到累。而每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赵丽颖都会主动解释自己在做的是喜欢的事情，没有觉得劳累，反而觉得幸福。于她而言，表演和生活都是她的养分，只有在表演的过程中才能让她学得更多。即使别人说她是位很有野心的人，赵丽颖也丝毫不在乎，因为赵丽颖始终认为，在自己的事业中如果没有野心，那么一定做不好，在一部戏里没有野心，那么就拍不好这部剧。他才不管别人的质疑，该低下头时低头，该昂首挺胸的时候也不会犹豫。而赵丽颖这种对于事业上的野心，也恰恰是娱乐圈的幸运，因为它带来了更多的好剧。其实幸福到万家就是赵丽颖的一次很大转型，这种证据也是她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当很多人以为何幸福可能已经是赵丽颖在演员这条路上的天花板的时候，赵丽颖又带着许半夏向观众们走来，观众们彻底打破了对赵丽颖的刻板印象，并且对她之后的作品更是充满了期待。很显然，赵丽颖确实在演员这条路上进行转型，对于剧本质量的要求变高，不追求数量上的过剩，
而是要在质量上多下功夫。如今的他开始感受自己曾经向往的生活，将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带入到角色之中。这种表达让他感觉到特别满足。他的经历就如同许半夏一样，虽然出身贫寒，但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对于赵丽颖来说，这一切都仅仅是个开始，她的目标永远都是星辰大海。对于赵丽颖来说，她已经成为女演员中天花板一样的存在，这一切都来源于她的努力和坚持。很感谢能够从她饰演的角色中感受到力量，这种力量正是这个社会所欠缺的。如今的成功绝非偶然，不仅有贵人相助，也有自己的天赋异禀。更重要的是，他有对这个事业难能可贵的野心。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是在通往自己内心小小的英雄梦的大路上，只要足够坚持，大家也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逆袭。于是乎，在魔幻的2022年，赵丽颖的转型和逆袭，在剧王的各种压力之下，在央妈的各种手段之上，居然圆满完成了重要的2部，很多的想不到，组成了魔幻的2023年。然而呢，对于张艺兴的粉丝，甚至王一博的摩托，在跨年进入2023年的时候，也突然发现再次想不到了。铁杆的摩托姐姐同样留言说，说实话，守候到0点就是为了守在王一博身边的。最后没想到，王一博只是说了2句话。深问我只想说，这2句话可是资本安排的，与王一博无关。大大的失望，需要找到失望的制造者才对。值得一提的是，资本安排的这2句话还是发生效力的。这次由梁朝伟和王一博主演的电影《无名》正式确定定档于大年初1之后，截至1月1日15时10分，梁朝伟和王一博主演电影《无名》的单日想看新增破万，只是您留意到了没有呢？80%的想看人士都是女性，这个结果，深万我有理由相信，绝对不是王一博真心期待的。也就是说，对红色悬疑最感兴趣、最想影评的男性想看观众，居然才2成而已。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深万我只想说，压轴机心，无名热搜，联手东方，设局真香，团队，希望您懂的。